离开楚雄黑井古镇后，我驾车一路往大理微山古城进发。从大理下关下高速之后，就要往大理州南方向走。广西、云南，广西、云南这什么是还可以？可以了，对吧？道路山高坡陡，蜿蜒曲折，但路况还算好，大概走了50公里就到了微山古城。这就是微山古城旁边的停车场啊，24小时才18块钱哦。在众多的旅游景区的停车场当中呢，这个价格算是非常良心的了。这是微山古城西面的一个大广场，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呢是有一面大型的浮雕，在这上面呢是刻着一个唐字。因为南诏国啊，就是跟唐朝啊是同一个时代的。微山古城始建于元代，是一座具有浓郁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南诏国的发祥地。其实微山古城早在唐朝初年就有村舍了，元代的时候段氏总管开始建筑土城，到明朝才正式建砖城。虽然说微山这个地方是南诏国的发祥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城其实和南诏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南诏国是和唐朝同一个时代的，而这座城是明朝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建的。古城内的街道是以拱辰楼为中心，呈井字形向4个方向铺开，城内总共有25条街，18条巷子，全长14公里。至今整座古城依然较为完整，保持了600多年前建成时候的棋盘格局，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这条街就是南北朝向的主街了，这边呢是南街。这个竹篮子啊做得多么的精细。这一栋啊，就是微山古城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拱辰楼，但是呢，非常可惜哦，不能够上去上面参观。大门的两边是各种着一棵柏树，上面有一块牌子“万里瞻天”。虽然这座拱辰楼不能够上去参观，但是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上面挂着一块牌匾“魁雄六诏”。南诏国怎么又变成了6诏了呢？原来啊，在唐朝初年，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经过相互兼并，最后形成了蒙归诏、岳西诏、浪琼诏、腾胆诏、施浪诏、蒙舍诏6个大的部落，称之为6诏。其中的蒙舍诏因为在6诏的南部，而被称作南诏。诏在西南地区就是王的意思。古城并不是正南北朝向，而是南偏西15度左右，这个角度就刚好弥补了4合5天井民居采光不好的一面。可见古人在设计城池的时候是考虑得非常周全的。这间呢是梁家大院，现在呢也是改成了客栈了。大门前呢都是有一面照壁。像这一家客栈呢都算是比较精品的客栈了，房间价格呢都要300到700多。这座房子啊就是当地的4合5天井了。中间一个大的天井，还有4个天井呢是在4个角。那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角了。不过他们这里4个角的天井呢就相对比较小一点。4合指的就是这个4合院了。现在我们穿过拱辰门，一路朝南边走去，下面还有一座主要的建筑，叫做新拱楼。这街道两边的建筑啊，都是明清时期的风格啊，但是呢，这个地面呢，却是有点太新了。李蒙书屋，这是一家书屋啊。来，和爷爷拍张照片。要不要我帮你拍？好啊。爷爷看那里，看这里，3、2、1。啊，那你能帮我拍一张吗？可以啊，可以啊，用手机对吧？来吧。对，太黑了。你手机拿给我。对，非常的好看。李蒙爷爷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帅气的啊。对，你看他写，他也要写什么字啊？他写《一游记》，这是有什么寓意吗，大哥？是不是你的账号啊？对对对。哦。对啊。你看你的朋友多聪明啊。那我会出现在里面吗？那你愿不愿意出现在我那个视频里面？愿意的话就有。愿意。愿意啊，好的。好，谢谢啊，谢谢对我视频的支持。
可以啊。现在就来到古城的另外一座著名的建筑啊，叫做新拱楼。可惜啊，也是不能够上去上面参观。这里原本呢是有一个入口的，但是呢是被锁起来了。18米高的新拱楼矗立于古城的正中。如果说微山城形似一方大印，那么新拱楼就像是一个印把，600多年来一直镇守着古城的安宁。新拱楼东西南北方向分别挂着一块牌匾：瑞霭华丰、威霞雍鹤、玉环瓜圃、苍隐盘龙。这4块牌匾描绘的是微山4环的景色。拱辰楼和新拱楼这2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孔子《论语》当中的为政篇有这样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如果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就是做人做事要以德服人。拱辰楼和新拱楼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微山古城的文化地标。因为微山古城也是在大理州，所以难免会拿微山古城与大理古城来做比较。和大理古城相对比，这里的游客要少很多，甚至在淡季的时候，古城的街道上人流量很少。当然，这个和微山古城所在的位置也有关系，因为这里并不在旅游路线的主线上，它在大理古城南面的50公里处，而大理古城的北面有沙溪古镇，再往北就是丽江、香格里拉。而微山古城在大理的南边，所以一些时间不是很充裕的朋友可能就不会来这里。微山古城的规模比起大理古城也要小很多，你会发现其实很快就逛完了。由于这里的游客量并不是很多，所以这里的餐饮业主要还是以本地特色美食为主。它不像大理，基本上任何地方的特色餐馆你都可以找到，但是在这里基本上就是本地美食，趴肉饵丝、一根面等等，总之有很多小吃我都叫不出名字。但是比较出名的就是趴肉饵丝。现在就来找一找微山古城的美食哦。在这后面呢，看到有一家，环境还不错，过去那边看一看。请问那个趴肉，那个肉到底是什么肉啊？就是猪的那个小腿。猪小腿。腿的肉。啊，就猪脚。除了汤、饵丝还有趴肉之外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加的。像这个葱花呀，还有这些香菜呀，都是自己加进去的。小菜也是自己夹。相传当年南诏王皮罗格曾用它招待大唐使节，从此名声大振，被誉为南诏故地饮食文化的一大品牌。目前仍是南诏古街上最具特色的名小吃，趴肉饵丝百吃不厌。关键在于它的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顾名思义，就是用云南最常见的米制品饵丝为主要原料做成的。云南很多地方都有饵丝这种小吃，而微山的饵丝总是和趴肉联系在一起，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成就了微山趴肉饵丝的美味美名。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这前面呢就是文庙了。基本上每个地方的文庙啊，它的格局呢都是差不多。这是状元桥、泮池，前面呢就是临心门、大成门，然后大成殿。一个地方有文庙啊，恰恰说明呢，曾经呢这里是一个非常昌盛的地方。你看这两边呢是有2棵古树，都是古柏树啊。临心门。这座大城门啊，其实也叫做仪门，表示凡进入此门的人啊，都要仪表堂堂、衣冠整洁，表示对孔子的尊敬。这里就是大成殿了。往这个方向呢，就是南诏博物馆了，一起过去看一下。这座就是非常原生态的房子啊。你看呢，这上面呢都是泥砖，这表面上啊还有一些稻草用来加固。南诏博物馆，进来这个博物馆里面了，这个是序厅。这个地面上啊是刻着南诏国的发展脉络。这里第2排呢就是细努罗，就是他建立了南诏国。然后到了第4任皇帝，叫皮罗格，是由他统一了6诏。
然后把国都啊迁移到太和城。太和城呢，就是现在的大理古城往南一点点。现在来到太阳宫了，这里面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木雕屏风。这一面屏风啊，原先呢是文庙明伦堂的隔扇门，现在呢搬到这里来展览。这一座太阳宫啊，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建筑艺术精品啊，它是始建于明代，是单檐歇山顶建筑。雨开始大了，要在这个地方啊避避雨。现在已经是回到车里了，外面呢还在下着雨哦，收拾一下，准备去微宝山。把车子停在这里，这就是微宝山的山门，微宝仙踪。你看，下面是一个大的太极的图案。万顷松涛，你看这后面呢，全部都是松树。微宝山是中国14座道教名山之一，国家级森林公园，还是彝族的祭祖圣地。微宝山是中国道教名山之一，自唐代起所建的20余座道观，全部隐现在幽静的山林中，至今保存完好。这里还隐藏着微山最久远的历史。每年的火把节当天早上，彝族百姓都要前往山上的土主庙进行祭拜。土主庙里面供奉的是彝族先祖细奴罗。这座土主庙啊，就是彝族人民的祭祖圣地了。前面这座是祖灵殿。相传在唐朝初年，细奴罗在微宝山上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名叫蒙社赵。当时微宝山周围有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又很多，各个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山林和土地，时常爆发冲突。常年的斗争使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有人就提议把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然后选出一个领头人来结束纷乱的局面。无休止的斗争让每个部落都饱受其苦，大家深知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兴盛，但是要实现和平，就必须选出能够服众的领头人。可是每个部落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大家都想做领头人，互不相让。假如说没有把领头人推选出来，大家不欢而散的话，那么战争将永远无法结束，百姓也就无法安宁。这里有一面浮雕啊，是展现了当时选领头人的一个场景。那么最后这个领头人又是如何被推选出来的呢？在彝族的传说中就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正当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间飞来了一只五彩神鸟，缓缓地落在彝族的铁柱上，然后再落到细奴罗的肩膀上。这时候就有人认为五彩神鸟落在细奴罗身上，就是上天选中了他，这是天意，我们就不要再争了，我们就选细奴罗为领头人吧。其实论战斗力和土地多少，桀骜不驯的首领们谁都不服谁。但要说起公正心和治理智慧，从上到下都认可细奴罗的能力。就这样，细奴罗统一了各部落，以微山为首府，创建了南诏，并归附唐朝中央政府。细奴罗受封威州刺史。之后，细奴罗以汉字为基础，创立了彝族自己的文字，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教导百姓耕种水稻、栽桑养蚕，众人齐心，携手共进。一时间，南诏呈现出家绕5亩之桑，国畜9年之饼的富饶景象，意思就是家富5亩的生产，国家9年的粮食储备。细奴罗故去后，百姓感念其恩德，就把他奉为神明。在唐代时就建立起了这座土主庙，各地彝族百姓每年都会来此祭拜。这一位就是细奴罗了，两边分别是武官，还有文官。两边的厢房啊，分别是摆放着12位君王的雕像。后面这一位就是毗罗格了，就是他收复了其他5诏，统一了这个南诏国。毗罗格是南诏的第4位国王，也是南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国王。在他继承王位之前，蒙社诏只是6诏之一。
经过他的经营与拓展，蒙摄兆统一洱海地区，吞并滇池地区，把蒙摄兆发展为南国大兆，并把国都从微山迁移大理，建立太和城，继而将南诏发展为统治整个云南以及周边广袤地区的西南地方政权。相传毗罗阁统一六诏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松明楼上一把火，迎来南诏千秋夜。传说毗罗阁为了攻灭其他五诏，设宴松明楼，请五诏诏主前来祭祖，想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腾胆诏诏主的妻子白洁夫人就非常的机敏聪慧，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就劝说她的丈夫不要去参加，但是劝说无效，只好将自己的铁手镯戴在丈夫的手上。后来毗罗阁将五诏诏主烧死在松明楼，白洁夫人听闻夫君罹难，就急忙的带上兵马，持火把星夜赶到蒙摄。她用双手掏火灰，直至鲜血直流，才找到铁手镯，辨认出丈夫的遗体。毗罗阁见白洁夫人如此美貌机智，就企图纳她为妃。白洁夫人将自己的丈夫安葬之后，跳入了洱海，保持了名节。火烧松明楼这一天就成为了富有纪念意义的火把节，就定在每年的农历6月25。所以大理白族的火把节，除了消除虫害、保丰收以外，还有纪念白洁夫人的意义。在云南，很多民族都有火把节。微山彝族的火把节是在农历6月24，丽江纳西族的火把节是农历6月20至27。走在微宝山的山林间啊，非常的清幽，空气也是很清爽。这前面也有2棵古树，有320年了。这种树木啊是叫做高山考，你看它的树干啊，中间有一坨一坨的。这下面还有好几棵古柏树，相传从明代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有的了。这一座就是文昌宫了。这座文昌宫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可惜呢，中间这座桥啊，还有这个亭子呢是过不去。你看这里呢是被拦住了，前面种着很多的多肉。中间这个亭子呢是叫做文龙亭。这2天呢不停的在下雨，好大雨，躲避一下。如果不是很了解这里的历史，很多来大理旅游的朋友们也许会搞不清楚南诏国和大理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啊，南诏国和大理国是不同时代的。南诏国是和唐朝同时代的，大理国是和宋朝同时代的，唐宋元明清嘛。当然，南诏国到大理国还经历了几个短命王朝。南诏国虽然表面上归顺于唐王朝，但其实啊是面和心不和。在8世纪到9世纪之间，唐朝和南诏进行了3次战争。在公元902年，汉人权臣郑买嗣起兵杀死南诏王族800余人，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国。907年，唐朝灭亡，中原进入5代十国时期。在后来的短短几十年内，大长和国又被大天兴国取代，大天兴国又被大义宁国取代，大义宁国最后又被大理国取代。大理国建国的时间是公元937年，23年后，持续73年的5代十国时代结束了，宋朝建立。到公元1253年，元朝忽必烈由于暂时攻不下宋朝中原的核心地区，就绕道西行，先把大理国给灭了。到公元1279年，元朝消灭了宋朝最后的力量，统一了全国。